还玩不玩？走不走？走不走？走了，走了。往哪里走？我叫黄永发，是个有阴阳眼的驱魔人。我的驱魔方式跟其他人不同，一般只有2招。第一招是丢10年以上的大公鸡，如果公鸡不给力，那就用第2招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开门！我的能力第一次曝光是驱魔视频，被朋友发到网上。这天有个小鬼附身在了一个女人身上，我心平气和地劝说让她离开，可小鬼却说女人长得像她妈妈，不想走。你心里明白，其实她真的不是你妈。你多大了？10岁。我好想我妈。你想要她的命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是不会走的。眼看他是这样的态度，我只好动手教训他。你还想搞什么？还想怎么玩？我喜欢，我喜欢！我会告诉我爸爸听。你记得告诉他，是你先惹人家的。记者刷到这个视频，就问导演：我刚看到一个视频，点击率好高啊！告诉我爸爸听。导演，以你的专业判断，你觉得这个鬼上身是真的假的？还挺像的。那这鬼上身呢，其实很难演的。那专业演员？那也不是个个都行的。你去了解一下，真的假的，这都可以写的。如果你觉得他们2个是演出来的，介绍他们来试镜。好啊。艾瑞，谁在那边把镜头给挡了？没有人的导演。没有。这个记者叫子宁，他为了找到我，就开始在网上调给我拍视频的好友阿聪。没想到阿聪这么没骨气，被一张照片轻松拿捏。可子宁得知我的下落后，就卸磨杀驴，把阿聪甩到一旁。见到我以后，他就开始问一些无聊的问题。你真的能见到鬼？我根本不想回答他，可没想到居然有个鬼跟着他。好多网友都说你是装出来的。喂，别这么过分啊！眼看这只鬼这么过分，我只好把他赶走。可子宁却乐开了花，因为他知道真的有鬼存在。为了采访我，他居然让阿聪来劝说我。不是，这次真的是亲戚。我跟阿聪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有没有这么个亲戚，我能不知道？令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阿聪为了泡妞，居然带子宁来问米。这个问米婆本来就学艺不精，只会请不会送。问米婆让子宁在纸上写下要请先人的死记，子宁那记得这些东西，于是就把报纸上惨案受害者的姓名、死记写了上去。结果就在问米婆招魂的时候，出现了意外，那个受害者的魂魄居然上了子宁的身。阿聪见自己捅了大娄子，急忙给我打电话。等我赶到时，恰好看到子宁抢过了加油枪，我急忙抓住他，开始驱魔。在对方的记忆中，我得知他是被一个叫享乐道人的神棍害死。随后我便带着弟兄们去砸场子。混蛋！归你的油啊！去你的神棍！报警吧。好啊，做善事嘛，我来。这天，我接到通知，在洗浴中心发生一起诡异案件。一个神棍在洗澡的时候，身上突然着火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活活被烧死。我受人所托过来调查。就在我四处观察的时候，坤哥的小弟中邪了，我们急忙把他关进桑拿房，然后使出绝招来对付他。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开门！果然，这2招下来，再凶的鬼也扛不住。兄弟，你有2下。恶鬼让我帮他找到害死自己全家的仇人，不然就要对付我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找子宁帮忙，因为他是个记者，消息比一般人灵通。我先是把自己知道的线索告诉他，这个恶鬼是被浓烟熏死的。当时他的身边有一个大概10岁左右的女孩，还有一个女人，我猜他们是一家人。我看到案发现场挂满了电线、牙医招牌，还有吸毒的。是拆了的9龙城寨。果然是术业有专攻。很快，子宁就从只言片语中找到了恶鬼的信息。是的，怀疑屋主因不小心煮食离火，
当时他家的防盗门是被铁链锁住的。哦，那可就不是不小心了。他要找出烧死他全家的那个人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也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他。其实我是被鬼养大的，在我6岁那年，母亲被生活所迫，要带着我跳楼。一直住在这里的女鬼阿雪见我可怜，就救下了我。你不可能妖怪吵的。从此开始，我就与女鬼相依为命。我驱魔的技能也是由阿雪传授。你怎么那么残忍呢？有野鬼附上了狗身，今天已经咬死人了，我又吓不走它，那就烧死的好了。你这样做对那些被鬼上身的人跟动物都不公平的嘛。你应该要可以驱赶啊，感化他们呢。那你教我怎么驱鬼吧。鬼就怕鸡啊、盐啊、鞭炮啊、电。哎，我改天再跟你说啦。走了，我们赶快回家。查清对方底细后，我就召集了一群鬼朋友，就去跟黑哥谈判。结果黑哥非常凶残，鬼朋友们直接被吓跑。他告诉我，找一个叫刘江的人出来。是烧死你的那个人吗？我要给我老婆报仇。次日，我便带着阿聪和子宁来疗养院找人。可此时的刘江已经变成了一个植物人。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我没办法教人。可就在我们回家的路上，黑哥突然出现，他想强迫我回去替他报仇，我自然不能同意。气急败坏的黑哥直接掀翻了汽车，一个开马自达的路人下车看热闹，结果遭了殃。黑哥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屈服，死都不肯回去。明天你再不杀刘江，我女儿就带她去跳楼。如果你当我唱大戏的话，明天就看报纸吧。经历过这件事后，子宁认为电视上演的都是真的，他以为法师真的能收鬼，于是便以给法师上热门为代价，请来一个法师对付黑哥。起初法师还表演得有模有样，太上老君教我杀鬼，与我神方，前有黄神，后有乐章，神施杀法，不必豪强，先杀恶鬼，后杀夜光，河神不服，河鬼敢当，皆进入律令。可等我得到消息赶到的时候，为时已晚。看样子大师已经被上身，我急忙用土办法将黑哥赶走。为了能弄清他们之间的恩怨，我决定用灵魂出窍的方法，冒险回到过去看个清楚。原来刘江是个黑警，要想在他的地头做生意，那就要拿出80%收益来交保护费。这天黑哥忍无可忍，就让手下去干掉刘江。结果刘江大难不死，来找黑哥报仇。双方在打斗时不小心打翻了煤气灶，倒霉的黑嫂顿时就被点燃。黑哥见状，赶紧丢下手里的刘江去救人。刘江趁着这个机会，把他们一家3口锁了起来。就这样，黑哥一家被烧成了灰，而刘江为了逃避法律制裁，把这件事伪造成了意外。为了平息黑哥的怒火，我让阿雪从地狱找来了黑嫂。我本以为他们一家团聚，黑哥就能放下仇怨，可没想到黑哥依然没有放下。别以为把我老婆找出来就能了断。女儿，上他身，上天台，跳下去。一旁的黑嫂不想女儿跟着她永不超生，直接扑上去用自己的地狱火干掉了黑哥。随后她便带着女儿去转世投胎。这件事后我才意识到，我一直喜欢着把我养大的女鬼阿雪。我们2个都心知肚明，却又知道人鬼殊途的道理，所以没有捅破那最后一层窗户纸。这一天，阿雪居然要借助子宁的身体跟我约会。我们一起手牵着手看了恐怖电影，坐了摩天轮，又在游戏机厅抓了娃娃，最后我们又到海边看了日出。我终于鼓起勇气吻了她。我心里很明白，今天是她投胎的日子。眼看阿雪去了阴阳路，我开始后悔，很多心里话没有亲口对她说。我急忙拉起子宁跑回家，我要用窒息的方法灵魂出窍去追赶阿雪。雪，把我遗忘，你永远都是我心爱的姑娘。雪，我还有些事没跟你说。你整天问我，你在我生命里重不重要？我说不重要，是因为你比我的命更重要。你又问我，你走的时候我会不会哭？我摇头如不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想死了。你最蠢的问题就是问我喜不喜欢你。
我还能怎么喜欢你？因为我爱你。雪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已经问我无数次了，其实你都很烦的。雪，我知道当年我应该和我妈一起跳楼死了，是你救了我，是你把投胎的阳寿给了我。告别阿雪以后，我就想随她而去，可就在我要跳下去的时候，却让我看到了一个比黑哥还厉害的恶鬼。我猛然被惊醒，原来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